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于正的超一线野心，白鹿的造型争议，是封神还是翻车？在当今竞争激烈的娱乐圈，想要一跃成为超一线明星绝非易事。而有着话题制造机之称的编剧兼制片人于正，近年来始终在用自己的方式影响着整个影视行业。他不仅擅长制造热搜话题，更懂得如何借助舆论和曝光度，推进自己的剧集和旗下艺人的热度。2025年，于正携新剧《临江仙》高调回归，并放话要将旗下艺人白鹿打造成超一线，引发了大众强烈关注。然而，在剧还未正式上线的前期宣传阶段，白鹿的剧中造型却掀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一时间，围绕于正的超一线布局、白鹿的造型设计、整部剧的美术风格以及是否能打破以往审美枷锁等话题，被推上了风口浪尖。造型曝光及争议：水晶鞋与卫生纸袋子。临江仙首次放出剧照时，白鹿的造型迅速成为话题中心。照片中，她身着一袭白色纱裙，脚穿半透明的水晶鞋，身上缠绕着疑似卫生纸袋子的设计装饰。该造型一经曝光，便在社交平台上引发网友热议。这是穿越版灰姑娘吗？造型师真的有审美吗？感觉像是临时搭的布料，各种犀利吐槽接踵而至。许多网友直言，这样的造型不仅未能展现白鹿应有的气质，反而显得俗气且不合时宜，和超一线的定位严重脱节。一位业内美术设计师在接受采访时指出，该造型从整体剪裁、色彩搭配到质感选择，都存在明显问题，无法突出人物身份，也缺乏时代氛围感。于正回应，临时造型并非最终定妆。面对网络上的质疑，于正迅速做出回应。他在社交平台上解释道，目前曝光的造型只是拍摄前的造型试妆，不代表正式定妆。他还强调，请大家不要急于下定论，正式上线时会有全新视觉呈现。然而，于正这番回应并未平息网友的不满情绪，反而有部分观众认为，既然是试妆造型，为何敢放出来作为宣传物料？哪怕是试妆，也不该这么拉胯吧。可见，观众对影视剧宣传的期待已不再满足于官方说辞，而更关注真实品质与专业度。争议背后，是一次试图颠覆传统的美学实验。值得注意的是，白鹿此次的造型虽然被广泛吐槽，但也有部分网友提出不同观点。他们认为，于正或许正试图打破传统古装剧的视觉定式，用一种更加轻盈、梦幻、不落俗套的方式重构人物形象。例如，剧照中白鹿所穿的纱裙，虽然外观上被调侃像卫生纸，但材质选择上偏向现代高定风格，与传统古装的厚重丝绸拉开明显差距。某些时尚评论人指出，这或许是于正想引入古风未来感的混搭理念，只不过执行层面尚未打磨成熟，才会产生翻车错觉。那么，这种实验性审美是否值得鼓励？业内观点不一，有人认为审美本就多元，应包容探索；也有人认为，剧集尤其是古装剧需要文化厚重感，而非轻浮的时尚实验。这种争议其实也折射出当下影视创作与观众审美之间存在的张力与博弈。白鹿不只是颜值担当，她的努力值得肯定。虽然造型争议不断，但不可否认，白鹿作为当下炙手可热的小花，其演技也在不断进阶。从周生如故一生一世到后来的北上以爱为营，她逐渐摆脱傻白甜标签，开始挑战更复杂的角色性格。特别是在北上中，白鹿以战损妆惊艳观众，脸上带伤，眼神坚定的她展现出不一样的硬朗气质。
那一段反差感的表演让不少业内人士重新审视她的可塑性。有导演曾评价，她的外形虽柔美，但内核有韧劲，这是好演员该有的特质。对于临江仙，白鹿本人也表示压力大，但期待更多挑战。她在采访中坦言，这部剧不仅是一次表演突破，也希望通过角色理解更多传统文化背景。超一线的定义是话题流量还是作品积累？于正称要打造白鹿为超一线，这一言论自然引发外界联想。在如今的娱乐生态中，艺人如何才能实现从流量小花向实力大咖的蜕变？超一线从来不是空口说白话，必须建立在稳定的影视作品输出、深厚的角色积累和真实的观众缘基础上。即便背后有于正这样的金牌制作人保驾护航，白鹿依旧需要靠实打实的作品赢得口碑。如今，白鹿面临的挑战是双重的，一方面是如何在临江仙中呈现出足够打动人心的角色塑造，另一方面则是要经得住外界对造型、审美、演技的全方位审视。剧集尚未开播，争议或许正是热度前奏。从宣传策略来看，于正并非首次利用话题营销吸引大众关注。从《延禧攻略》到鬓边不是海棠红，他早已深谙争议及热度的流量逻辑。如今临江仙为播鲜火，即便是翻车争议，也为该剧带来了大量曝光度。这对于一部未上线的新剧来说，其实未必是坏事。观众的期待与好奇心本就构成了市场热度的基础，未来是否能够转骂声为掌声，依旧取决于作品最终呈现的质量。结语：从争议走向验证，期待真正的封神。造型是否成功固然重要，但比起一时的视觉观感，更重要的是整部剧能否通过剧情、人物塑造、节奏掌控等方面赢得观众认可。白鹿是否能借临江仙真正实现超一线的蜕变，于正是否还能延续其剧作影响力，都需要作品本身来说话。面对争议，不逃避，不粉饰，而是不断改进与突破，才是演员与制作团队真正的成长之路。在社交网络节奏飞快的今天，观众的反馈既是压力，也是最直接的动力。也许封神与翻车只在一线之间，但愿这条线上，于正和白鹿都能走得稳，走得远。2. 重启命运，景甜与白鹿对比，演技差异大，一个稳重，一个浮夸。近年来，古装剧的崛起为观众带来了众多精彩纷呈的作品，其中《四锦》和《宁安如梦》作为两部以重启命运为主题的剧集，受到了观众的广泛关注。在这两部剧中，景甜和白鹿分别饰演的姜四和江雪宁，凭借其深厚的演技和极具魅力的角色塑造，成为了观众讨论的焦点。景甜在《四锦》中的突破性表现，《四锦》是景甜近年来的重要作品之一。在剧中，她饰演了姜四，一个从深重命运中重生的女子。姜氏的命运充满了波折，她曾在婚姻中遭遇恶毒婆婆的刁难，父亲被斩首，甚至曾为保家族的荣誉忍辱负重，最终死于爱人狱警的手中。重生后的姜四不再忍气吞声，而是决心改变自己的命运，凭借智慧和勇气，一步步走向自我觉醒。景甜在《四锦》中的表演堪称精彩，她通过细腻的眼神和肢体动作，把姜四从脆弱到坚强的心路历程表现得淋漓尽致。无论是面对恶毒的二姐夫时的微表情变化，还是与于妻之间的暧昧情愫，景甜都能精准捕捉角色的复杂情感，并赋予她每一场戏份独特的情感张力。特别是在姜四重生后的那一刻，她不再是那个温柔的女子，而是展现出决断与智慧，力求改变命运的强大女性形象。这样的转变通过景甜精湛的演技被呈现得淋漓尽致。白鹿在《宁安如梦》中的精彩演绎，与景甜的稳重大气不同，
白鹿在《宁安如梦》中则展现了她更为多面的演技。白鹿饰演的江雪明同样经历了命运的重启，但她的成长和蜕变却是从一个飞扬跋扈的女孩，到一个懂得宽容和谦卑的女子。江雪明出生时被晚娘调包，和生母失散，长大后受尽了冷落与不公。她为了权力不择手段，最终因朝局动荡自尽而死。白鹿在剧中的表现堪称突破，她将江雪明内心的复杂情感展现得淋漓尽致。重生后的江雪明不仅要面对自己的愧疚，还要面对来自曾经敌人和亲人的情感纠葛。白鹿通过细腻的眼神和肢体语言，完美呈现了江雪明从毁脑到坚持改变命运的全过程。尤其是在和张凌赫饰演的张遮的对手戏中，两人的情感变化自然流畅，观众能够感受到那种从敌人到救赎再到相爱的深厚情感。白鹿的哭戏也是该剧的一大亮点，特别是在由方银去世的剧情中，白鹿用她那饱含泪水的眼神，将江雪明的悲伤演绎得淋漓尽致，观众也为之动容。她的情感爆发力和细腻的情绪处理，使得江雪明这一角色更加立体与真实，令人无法忘怀。景甜与白鹿两位演技派的碰撞。景甜与白鹿虽然在风格上有所不同，但他们对角色的理解和演绎都展现出了超凡的演技。景甜的表演沉稳内敛，能够精准地捕捉角色的内心世界。她对古装剧中的茶、香、琴、画等细节的表现尤为出色，而白鹿则以她的多变性和广泛的戏路，在剧中展现了更多的情感层次，从悲伤到愧疚，再到坚韧。她的每一次情感爆发都让人难以忘怀。总的来说，《四锦》与《宁安如梦》这两部剧不仅仅是单纯的重生复仇故事，更是关于成长与蜕变的深刻诠释。景甜和白鹿凭借出色的演技，将各自饰演的江四和江雪明演绎得栩栩如生，呈现了两位女性从柔弱到坚强，从迷茫到自信的成长过程。如果你喜欢深刻的情感戏，或者对命运重启充满好奇，那么这两部剧一定不会让你失望。